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如果你是穷人，要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？我选资本主义。你又不是有钱人，为什么不选社会主义？世界10大富豪9个美国人，以前是穷人的有8个，谁说我以后不会有钱？金钱是人类发明最伟大的自由工具，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，反过来，权力对谁都不会开放。极端的社会主义体制，像史大林时代、毛泽东时代，连伟大领袖都没有钱，哪来的富人呢？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寡头、土豪也有钱了，但他们发财靠的是自己有能力，还是靠背后有权力？谁敢向伊隆马斯克和总统翻脸呢？资本主义还不是富人说了算。富人掌权的国家，掌权后才能有财富的国家，你选哪一个？人人有机会变成富人的国家。我跟你说个故事。1944年3月，丘吉尔把一本书看3遍，叫手下来问：这本书太好看，为什么买不到？一堆人找我要。现在是战时，纸张有管制。我能调动多少纸？你权力最大，爱调多少一句话？我不是问首相权力有多大，是问有多少纸可以调。最多1.5吨吧。立刻调1.5吨的纸给出版社。这本书越多人看到越好。可惜的是，书有什么问题吗？只有一个缺点，作者不是丘吉尔。1944年9月18日，这本书在芝加哥大学出美国版，狂卖3万册，读者文摘刊登90页精华版。这是第一次摘选学术著作，有纸来不及印，销量以100万计。讲半天，到底是什么书？海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。海耶克是谁？海耶克出身维也纳名门，他的表哥是天才哲学家维根斯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两人都是奥匈帝国军官，书信往来都是在讨论哲学。他1931年到伦敦教书，展开与凯因斯的世纪辩论：自由经济或计划经济，国家应走哪一条路？奥地利被纳粹并吞后，他入籍英国，从此以英国人自居。第2次世界大战，英美的死敌是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。他预测共产苏联将来必定会盟友变敌人，因为以后的战争不是国与国之争，而是自由与奴役之战。我有问题要问海耶克：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不能调和吗？油和水怎么搅也混合不了。计划经济表面公平，真实是限制个体的自由。没有自由，经济会停滞，创造力会消失。历史反复证明，政府管控越大，经济越缩水。那如果是最优秀的人来做决策呢？不会更平等吗？平等对待所有人和使所有人都平等，好像天与地是2回事。你看见地平线，以为天地相连，但真实的是天地不交界。再优秀的人也搞不清市场价格如何形成的。牛顿说过：我能算准天体运行，但算不出人性贪婪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他自己做股票赔光光。经济学家不是要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吗？经济真实的规律就是，不要以为人可以控管经济规律，要让看不见的手去运行。你一伸手，经济就会死给你看。经济像语言，它是进化形成的，不是由某个神人发明变成的。以为人可以掌控经济，不过是理性的自负。政府控制市场会怎样？出现黑市。黑市就是地下自由市场。自由市场没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在如何防止有人破坏自由，比如反托拉斯法，防止市场垄断，造成竞争不公平，破坏自由市场。
所以丘吉尔说，资本主义的邪恶是享乐不公平，社会主义的美德是公平的享受痛苦。集中力量不是更能办大事吗？权力集中一定出事，办越大的事，出事越大。史大林能把粮仓乌克兰搞出大饥荒，一次饿死500万人。如果政治是民主，社会主义不会更好吗？民主是为了保护自由，民主最大的危险是人民以为牺牲部分自由可以换取保障，结果呢，人民最后会失去自由，也得不到保障。权力不会满足的，它会从管控经济起头，逐步剥夺政治、言论、思想、财产所有的自由，通往地狱的路也可以由善意铺成。那怎样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自由？很简单，自由的国家是人们遵守共同的抽象规则，奴役的国家是全体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。战后英国走凯因斯的路，扩大公共投资，确实经济有成长啊。但英国是短期成长，长期停滞。俄国直到柴契尔夫人上台，才在80年代复苏。他在国会拿出海耶克的书，说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线。海耶克来过台湾吗？他来过3次，但影响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推崇他的殷海光、夏道平都在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宣扬自由主义。自由中国被镇压后，声音就很微弱。他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，再来台湾演讲，但没有波动，讯息只在学术圈流动。因为台湾当时在往10大建设的目标前进，没人听懂他说的是什么。台湾是经济发展后有自由民主，还是民主自由后才经济大发展？看这几张图表，先看台湾，台湾 GDP 真正加速成长是在解严以后；再看韩国，大成长是在军人倒台、民主大选后；捷克、波兰是在苏联解体、自由民主后。所以台湾一般的认知跟真实是颠倒的。我们这么在乎财富，却不在意财富的原理，好像你梦中出现的是跟你一起复健的邻居王妈妈，但你以为是妈祖托梦给你。难怪有人会挥舞着10张钞票，就想带大家通往奴役之路。